这个女孩在厕所被欺负，这并不是第一次。第二天，她跳楼了。在距离高考仅剩60天的时候，命案突如其来，聚集了一群拍照看热闹不想上课的同学，远远的观望着。只有一道单薄的身影迟疑着上前，给跳楼女孩胡小蝶盖上了衣服。她叫陈念，是胡小蝶的生前好友。然而陈念的这一善举却为她惹来了麻烦。欺凌胡小蝶的3个霸凌者很快注意到她，为避免陈念对警察多嘴，他们立马采取了行动。当晚，陈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遭遇了拳打脚踢的警告。这个瘦弱的女孩每天背着大书包独来独往，她是复读生，又是单亲家庭，除了妈妈并没有什么亲人朋友。可妈妈又为了生计卖假面膜，欠了不少钱，一直在外面躲债。陈念怎么敢树立未来这样的敌人？面对警察，她选择了什么都不说。但没有想到，日子并不会这样变得平静。这天放学回家，陈念撞见一场打架斗殴，他本想快点逃离，但打骂声越来越狠。陈念忍不住拿出手机报警，但却被一旁的混混拖了过去，不仅抢光他身上的钱，还强迫他亲吻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少年。这个少年叫小北。小北第二天找到了陈念，不但把陈念被抢的钱偿还给他，还给他修摔坏了的手机。原本陈念非常抵触这个不良少年，可被小北的一句话触动了内心。挨打不重要，重要的是挨打我一定打回去。这是他做不到的。一直以来，他都告诉自己要忍耐，等考上大学，逃离这个城市，忘掉一切欺辱。可是紧接着自习课上，竟然有人把陈念妈妈被追债的传单发到了同学群里。面对同学的议论纷纷，陈念又羞又愤，忍着夺目而出的眼泪逃离了教室。他出门遇到小北，仿佛看到了救星，毫不犹豫地上了小北的车。在陈念心里，这个血气方刚的不良少年比刚才冷漠的教师更加温暖。一路来到小北的家，小北没想到陈念这么单纯，看着陈念一脸的执拗，他忍不住调侃试探着他：“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我喜欢你什么？”“放心，带你回来不是为了睡你。”“没想过干嘛要说出来？”“说实话，不是真没想过。”“你确定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我随便聊个天而已嘛。”“有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说话？”在小北的刺激之下，陈念意识到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当他在体育课上再次遭遇未来的凌辱时，他不再温顺屈服，拿球砸了回去。可是换来的却是更猛烈的欺凌。看着居高临下的未来，冷眼旁观的围观人群，陈念决定不惯着他们了。他拿起手机联系警官正义，举报了未来3人对胡小蝶的欺凌。然而警察的审讯并未换来未来的悔恨。胡小蝶死了不好吗？她要是没死的话，他妈也弄不到那么多钱，说不定学校一闹能给个几十万呢。她要没死的话，考上大学工作得多少年才能相信他妈这么多钱？由于校园欺凌案没有证据，警察根本无法定罪。校园霸凌3剑客，3人也只是停学处分而已，他们依然可以参加高考。但3人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陈念在家门口碰上了3位凶神，拎着老鼠和刀子围堵他。陈念用书包杀出一条路逃生，边跑边给警官打电话，却没能打通。没有救兵的陈念无路可走，躲进了墙边的垃圾桶里。等未来离开，陈念也不敢回家，只好去找小北保护自己。你能不能保护我？对于小北这样单纯善良的陈念，是他泥泞生命中难得一见的光明。在这儿写，陈念前。会说是反，也有可能是别的。小北不但答应了陈念，还以暴制暴，去警告未来不准再碰陈念。未来果然乖巧了，小北与陈念的生活开始变得沉静而美好。机车后座的依靠，鱼箱前专注的凝视，马路上前后左右的陪伴。你在刻苦学习，我在用心打架，你赢朝堂，我赢战场，堪称相得益彰。随着2人感情的升温，小北对陈念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原来他的爸爸在他13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妈妈嫌弃他是个累赘，抛弃了他。此后，小北开始混迹街头，每天伴着血水和污垢生活着。陈念的出现给小北的阴暗里照进了一束阳光，而小北也给陈念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朝气。于是小北准备再次出门打架斗殴时，面对牢牢挡门的陈念，他也只是宠溺的笑笑，不打就不打嘛。但变故很快就来，恶魔从来不分年龄。一天晚上，小北被警察当作失踪少女案的嫌疑人带走，未来趁机带着一群人对陈念施暴，言语侮辱加拳打脚踢过后，又剪了陈念的头发，还拍下了视频。等小北回到家时，看到的却是陈念破碎的衣服、破烂的书和满是血渍污垢的脸。英雄来迟了，小北愤怒地往外冲。放开！放开！
但陈念死死地拦住他，天地间唯有这个肩膀可以给他依靠了。每年6月份必下雨，高考的日子很快到来。小北站在家长的位置，把陈念送进了考场。然而与此同时，郊外的工地上却发现了未来的尸体。未来之前施虐陈念的视频被曝光，按作案动机，陈念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可陈念的反应却很平静，他说考完试会去警局接受审讯。正义警官派2名警察送陈念考试。最后一场考完，陈念刚出考场，小北就突然现身，当着警察的面一把抓走了他。他们来到废弃工厂，小北摁住陈念，让他快喊救命。原来未来确实死于陈念之手。他施虐陈念的时候被人看到，担心路人举报找到陈念，希望陈念不要报警。本来陈念不想与他多做纠缠，但未来却一直在他背后喋喋不休，言语间尽是嘲讽。你确定你不要钱吗？你收了钱我也放心点。你也可以帮你妈把债还了，这样你们就不用东躲西藏见不得人了。忍无可忍的陈念一定有一个小北，他也不必再害怕。小北也做到了他对陈念说过的：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两人是彼此的救赎，也是彼此的依靠，也是彼此的牺牲。这是少年之爱，义无反顾。电影上映于2019年，易烊千玺凭借这部《少年的你》获得了多个奖项，进军大荧幕。从那以后，没人再质疑他会演戏这件事儿。时至今日，金鸡奖举办在即，新鲜出炉的名单中，这部影片依然获得11项提名。周冬雨和易烊千玺这对男女主角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影后影帝提名人选。除了演员自身的卓越演技外，这部电影本身值得我们反思的自然更多。网易云热评里有这样一句话：我见过斯斯文文的女生在外偷人的，也见过大大咧咧抽烟喝酒的姑娘坚守爱情的，见过穿西装打领带对着父母破口大骂的，也见过一身是纹身却照顾住院的长辈无微无至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而人品和骨子里那份善良却是装不出来的。校园霸凌者来自家境良好的乖乖女，保护弱者的英雄却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品行这件事儿未必每一次都与教育程度挂钩。胡小蝶与陈念，也许是你见过的听过的别人，但大多时候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或者我们当时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就像郑警官说，我小时候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老杨却说那些不好的你都忘了。电影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像胡小蝶被欺负、陈念被嘲笑的事情，有时在校园中是很稀松平常的玩笑、恶作剧。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推己及人，却早早的学会了袖手旁观、视而不见。而施暴者未来一伙，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家庭教育也被冷热暴力充斥。保护者小北也并非生来是混混，我们忍不住畅想，倘若他没有被父母抛弃，是否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只有更加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更加关心孩子心理健康的父母老师，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让更多的人关注校园霸凌，思考减少校园霸凌的方法，才是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希望所有受欺凌的孩子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是焦瑶，咱们下期再见。